2025这一次的拼推，五角大厦才会说美国他认为是会全输的。但是其实这个态度跟2年前做比较，其实已经是大转变了。大家知道，在2年前是有做一个兵推的，那个兵推就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认为说大陆会输，大陆离东南沿海并不远，它后面有2款高超音速导弹，鹰击系列跟东风系列。我老天爷啊，这个数量有多少？第一个，因为它载台是什么？轰6K 是055，那它载台陆基啊都有，就是美军根本没办法赢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这个有关于台海的兵推哦。先来关注到大陆的600枚极音速飞弹，再加3000枚导弹，如果出鞘的话，美国现在也自曝哦，这个是五角大厦说的，兵推是全败，甚至他们很重要的福特号航母会沉没。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兵推刚刚特别提到的五角大厦是它的最高机密曝光了，说美军在台海的每一场战争都会败掉。如果大陆寄出的这个600枚这种极音速超强武器在太平洋的话，那么福特号会败掉，那么也会成为海上的棺材。他是特别这样讲。CSIS 还说呢，在过去的一个兵推说中国只会赢2次，看起来中国是会大输的。可是这一回我们刚刚提到的五角大厦却说美军会全输。台海兵推为什么这2次可以差这么的大？真的关键是出在大陆有极音速武器吗？再来，今天也会来特别的关注到中俄的战略轰炸机压制到日本的门口了。隔天海警机炮舰又直接闯入到钓鱼岛，大陆是否重启在这边常态化、领海化跟实控化的一共3个阶段呢？好，今天都会一起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这个是美军自己亲口证实、亲口说的，是不是他们的军事噩梦呢？来自于《纽约时报》率先披露的是美国战争部最高的机密兵推。我们赶快来看到他怎么说。结果显示，美军在每一次的台海兵推中都会全败，而且是无一幸免，而且是被解放军他说是会被彻底的击穿，毫无招架能力。这边兵推也特别兵推了3种方式，包括第一个，如果解放军寄出的是这个极音速的飞弹，最快可以达到5马赫，那么美军的防御系统会难以拦截，福特号航母就会被直接击沉。第2种兵推是出动900枚的，不管是短程还有这个中程1300枚加中长程的飞弹，总共就是2700枚。只要做个饱和攻击的话，第1岛链跟第2岛链也都不保。最后还说了，美军的战机、补给船甚至未靠近台湾的时候就会被全灭，解放军的沿海武力是足以让整个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的。另外，五角大厦里面还有一个优势报告，也直接写说，美国目前为止，他们主要依赖的武器都是这种比较贵的武器，但是比较脆弱的武器。中国拥有这种海量、低成本的高性能武器，在这种新唐菜的战争当中，美军是没有办法获胜的。厉将军怎么解读这一些兵推？我们看美国为什么会这么担心哦？我们先讲说是导弹，可不可以打得成航母？哦，第2个我再来分析导弹这个打得中打不中航母哦，就这2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来讲的话，我认为导弹要打成航母的话，非常非常的难，因为美军曾经将它一艘退役的航空母舰拿来当靶船让所有的这种导弹这个或者是舰炮去打。结果打了多久？打了25天才将它击沉。所以要打成一艘航空母舰不是那么容易。以前的航空母舰大概只有1层这个舰体而已，现在航空母舰它会做2层以上舰体，而且中间会做很多的水密窗。你打中其中一个洞，水虽然说海水虽然灌进去了，但是它可以将你密闭隔离，所以你不是那么容易打成。这是我第一个要讲的，要打成没有那么容易。可是中国的这个导弹对航母来讲，它不是要教你打成，它是要点穴作战，就是我点到你那边，我们看武功这个打架这个有时候点穴一点到以后你就动不了了。我觉得解放军的导弹对美国的航母就像是点穴作战，因为它从高空往下打，所以第一个这个飞行甲板那边的钢板是比较薄的，不像2旋的舰体是比较厚的，它比较薄，有可能打穿。第2个来讲，中国的导弹都是超高音速导弹，那速度动辄都10马赫以上，所以不要说爆炸了，光那个动能来讲，就可能将你的甲板击穿。那试问一下，如果说一个飞行甲板被击穿的话，
或者是你的指挥这个舰桥被打到的话，那是不是整条航空母舰就已经完全瘫痪在那里？就算你没有打成，也失去了作战能力。这是美军发现的一个很大问题。因为中国来讲，我们看到所有基因数，包括东风21、东风26、东风27，这都是弹道型的导弹啊。虽然说它也有巡弋型的、平飞式的，但是它美军航空母舰最怕的是由上往下打的贯穿式的弹道式导弹。那第二个来讲，我们来讲说解放军的导弹打得中打不中，这个美国的航母哈，这也是大家必须要关心。你要真的能够打中，你才能够讲话嘛。你如果只是说嘴巴讲，大家都不相信。老共打给美军看过哈，第一次是在2020年，我日期都讲出来，11月14号那天，解放军发射了2枚导弹，一枚叫做东风21，东风21从哪里发射？从这个浙江发射，另外一枚从青海发射。那青海发射的是东风26哈，这分别从2个不同地方，一个是比较远，一个比较近，但是两枚导弹同时命中在西沙的那艘移动中的靶船。证明他真的打得中哦。那你看看这种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但同一个时间弹着的，在我们陆军叫 TOT 射击哈，那你就很难防卫了，因为你不晓得这个导弹你要防哪边，东边也有，西边也有，很难防守哈。所以说证明解放军证明他的导弹确实可以击中移动中的靶船，一次不够，再打第二次。第二次在哪一年呢？在2023年8月5号那天哈，我想我日期都讲出来了。对。8月5号，他发射的什么？是第3款的弹道飞弹，叫东风27哈。从他这次发射，他没有讲什么地点，但他原则上是说，中国的大西部地区。那我们想到大西部大概不外是青海或者甘肃这个地方，总共飞行了上千公里，那也是打中南海中的一艘移动中的靶船。哇，这3次都命中了。我想说，美军看在眼里，因为第3次来讲的话。这3次美军都有抵近侦察，他们不是经常会派 P8反潜机来实施抵近侦察吗？就他还真的被打中了，所以美军紧张的不得了。那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说解放军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它的数据哈，第一岛链它有900枚的这种短程的导弹，针对我们台湾或针对日本，那对打到关岛的中程导弹，打到中程我们通常都讲说是这个东风快递嘛，东风26总共有1300枚哈，然后针对马绍尔群岛可以打到马绍尔群岛有500枚。如果说是对这些地方实施饱和攻击来讲的话，我想说美军以现在它的这种航空母舰最多哈，能够到这边了不起就3艘嘛。尤其是现在，如果说尼米兹号又退役来讲的话，它目前在这个大西洋第7舰队有2艘航空母舰，一艘我们刚刚讲的华盛顿号，另外还有一艘这个赶过来递补尼米兹的叫林肯号。林肯号现在停在他们的檀香山那个位置。那目前来讲，只有2艘航空母舰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兵力是严重不足。最后我要强调一点，我们经常来讲不对称作战，不对称作战。我们强调台湾来讲如何对抗这个强大的解放军，我们要采取不对称作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大陆来讲，它对抗美军的航母，它也是不对称作战。我用便宜廉价的这种导弹，我就可以应付你高价的航空母舰，130亿一艘的航空母舰，我用导弹就可以将你点穴作战，点到那边让你动不了。那尤其是说对美国事后国内的那种舆情的影响会更严重，所以说美国才会这么紧张。好，确实，现在将军帮我们特别分析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导弹这种超高音速导弹的战力是可以如何去瘫痪美国的航母。那确实，这个也是五角大厦目前为止他们最担心的，他们才会认为说2025这一次的拼推，五角大厦才会说。美国他认为是会全输的，但是其实这个态度跟2年前做比较，其实已经是大转变了。大家知道，在2年前2023的时候 ，CSIS 其实是有做一个兵推的，那个兵推就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认为说大陆会输惨哦。他们说，中国只要在美国不介入，或者是日本中立之下，才有可能胜利。而24场他们做的兵推当中，只有中国大陆只会赢2场而已。到底哪一个可信度比较高呢 ？CSIS 有没有刻意忽略了中国大陆极音速武器跟导弹他们的威力？委员怎么看？2个都对啦。哦，因为它兵推的所用的参数不一样。这个。CSIS 24次的兵推啊，它基本上是不断的调整变参数。
这个丽将军他们在做兵推，会一下子调整这个，一下调整那个。比如说，解放军用了什么武器啊，用的数量，那这个我军用了什么武器，用的数量去做调整。然后他们24次里面，不管怎么调整，只赢2次，而且这2次啊，都靠的是美军的潜水艇，其他全部被打挂了，美军的水面船舰全部被打挂了，所以这海战对他不可行啊。那潜水艇他们只想到说，那我在台湾海峡不得已的要使用战术核子武器，那因为在台湾海峡使用战术核子武器不会伤及一般老百姓，可是可以毁灭掉解放军的登陆船队，他的算盘是这样子。可是他不是每一次都赢连使用核子武器都输，才这么输，所以你要知道说，他最后算一算，只有2次惨胜，那场要不要打？不要。对啊，这答案就很清楚了。那这个美国国防部呢是说，他们自己测试的是全输，是没有错了哈。因为刚才我们谈了很多的大陆的航空母舰，其实客观的讲，大陆航空母舰的舰队的数目跟质量跟成熟度还不够。如果是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大陆赢的几率是不高，所有的兵推都是如此。但是就像刚才丽将军讲，大陆离那个东南沿海并不远啦。它后面有2款高超音速导弹，鹰击系列跟东风系列。我老天爷啊！这个数量有多少有多少啊？第一个，因为它载台是什么？轰6K，它载台是什么？是055、动55啊。那它载台陆基都有，所以我搞不清楚说你怎么去应付它。你一个舰队能够载的导弹不多啊，那问题是它在陆地上的导弹你要多少有多少，你又打不到它，这是美军根本没办法赢的最大的原因。你任何船团来，什么基地在东南沿海，没有一个不会被摧毁的。它竟然都会被摧毁，我打这场战争干什么？这主要的所谓的优势简报里面讲的是这个内容了哈。那我们只能很客观的讲，美国如果只想到这一点的话，他绝对不会参战。为什么？他打赢他没有什么好处啊。他输了一大堆，损失了一大堆舰队，就像赫格塞斯讲啊，他们真的有兵推过啊。我来10艘，大陆的这个导弹15枚就把我通通给摧毁了。那丽将军讲对，因为大陆的东风导弹它其实不是巡弋导弹，说水平发射的，它都是滑翔式的。滑翔式你不能说它是弹道导弹，也不能说它巡弋导弹。它弹道导弹打上去，包括鹰击也是一样，打上去下来滑行的时候是变轨的，所以也不是完全根据弹道，那也不是巡航了，那垂直蹦就下来了。因为巡航的通常是到了以后才飞上去再打，那力道不够，因为你飞上去不会太高打下来。可是如果直接从外太空下来，那个重力加速度那就不得了了。可能直接把航空母舰从中间就穿个洞到海底里面去了。是，这最大的麻烦在这里啊。是。那也不能不拦截呢？他们想一想没办法拦截，因为终端速度通常都超过15马赫以上，所以就算了啊。所以我们只能跟劝美国最好就找个和平方案看28点也好，24点、22点比较实际啦因为你美国跟中国谈判的基本上还是在市场实力，因为你美国加欧洲加日本。加韩国加所有你英国你的影响势力范围里面，现在还占全世界的 GDP 超过1半呢。那你有这个市场，中国大陆要跟你对垒的时候，他看在这个市场上，他也想一想，我打这场战争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啊，所以2方面都觉得打这场战争没好处就弄个28点和平方案嘛。对或者22点也可以嘛，这是最可行的方案最可行的方案。是，确实美国的部分有美国自己的盟友，那中国大陆的部分其实也确实有中国大陆自己的盟友，都是让美国非常担心的。尤其这盟友在军事上面实力又很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俄，他们现在这个也是最近的消息，这几天他们在东海太平洋进行了第10次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而且把这个轰炸机是直接开到日本的家门口。日本当
当然喊了这是国安威胁，但是北京还是强调是依法展示维护和平的能力。隔天我们看到的是大陆的4艘搭载机炮的船舰直接开到钓鱼岛的领海，当然日方就出来抗议了。中国大陆是要宣布钓鱼岛接下来会实施的是常态化、领海化、实控化吗？会从巡航转变成全面控制吗？赖老师有怎么解读？大陆不会登岛控制钓鱼岛，但是事实上钓鱼岛已经是领海的实控化的一个掌控了，这个一点争议都没有了。也就是说，钓鱼岛的海警船全年无休啊，有的时候是在这个毗邻区啊，在这个地方巡逻，有的时候就进入了12海里内巡逻。如果日本的船啊，不管是它的渔船啊，或者是它的公务船，只要进入这个领海的时候，大陆的船就会进来去驱赶，要不就是逮捕啊。那在过去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是要把它逮捕，拖回去，例如说拖到福建或者拖到浙江，在这个地方里面进行审判啊。这是过去曾经有过试图要去逮捕。那我们看到的日本的做法，就是它的海上啊这个保安厅，它就会去阻挡啊，让他们的渔船能够跑走。后来日本的渔民干脆就不进入这个海域，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不是日本传统渔民的捕海区。以前啊，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啊没有现代化之前啊，我们的渔船基本上都是用风力的啊，并不是用这种动力的啊这种。那因此这个洋流的关系，所以日本的渔民基本上不会到钓鱼岛这个海域来捕鱼。那钓鱼岛这个海域是我们台湾的渔民跟浙江的渔民是在清朝的时候，事实上从更早之前，从明朝就是我们两地的渔民的一个捕鱼区，它是长期以来几百年来啊，甚至是都是中国的捕鱼区，不是日本的。它跟日本本岛、日本国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日本如果不是因为非法占领了琉球群岛、琉球国，所以他对钓鱼岛他根本没有权利说三道四。好，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当日本要把这个钓鱼岛国有化之后，那是原来是从石原生太郎开始搞起来的啊，那么一直到这个后来日本要把它国有化的那一天开始，中国大陆就实质上就进入了这个钓鱼岛，现状就被改变了。对，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停止过。钓鱼岛这个中国的海警船是全年无休，在这个地方巡逻，常态化的巡逻。但是你说要登岛去控制这个岛，意义不大，也不会这样做。但是事实上，它已经不是在日本的有效的行政管辖权内了。今天持续来关心在中日的这一场争议哦，钓鱼岛现在是战云密布了。中国大陆的海警机炮舰驱逐日船，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来关心，包括美国智库也开始做了一场新的兵推，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北京对日现在是实施最后的军事通牒了吗？最新消息，4艘的中国海警机炮舰已经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持续的压制日本的船只。钓鱼岛现状是否已经被改写了？日本还会继续的挑衅下去吗？第二点来关心的是来自于美国智库这边做的一个兵推哦，有关于如果中国大陆侵台，那美日台如果一起加入战场的话，恐怕这边说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另外一个数据也显示，就算今天日本是保持中立的态度，不介入战争当中，死伤人数恐怕高达4600多人。如果真的介入的话，伤亡人数有没有可能倍数爆冲呢？这是第二点，我们会来做关心的。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那有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态度，针对于这场中日的冲突又是如何呢？来看到北京已经2度的把日本告上联合国了，美国却是到至今完全的沉默。法国则是因为经济的考量的关系，现在态度导向中国。日本现在一头热，自己往前冲，高市会不会自己害了日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中日的这场对撞已经升级到武力冲突了吗？特别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在钓鱼岛的海域这边火光四射啊！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日本的瑞宝丸的号船这一艘船已经
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的领海之后，中国这一次是完全不客气了，直接来做反制。2个动作，先来看到出动了4艘的海警船，还有全部呢都是搭载的这种重型的机炮，并且依法驱离，强势执法。刚刚提到了3个小时持续的压制日船，中国海警的发言人也最新特别提到了，他说钓鱼岛跟附近的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你必须要立即停止一切任何侵权挑衅的行为。反观日方的方面，只能现在是求于这些外媒来特别做报道，说中国大陆侵犯了领海。但是我们来看到实际的数据，中国海警今年已经29次了，持续的进入钓鱼岛的海域之内，而且是连续18天都是存在的。国际是这样做解读的，中国这一次对于日本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示警了，是一种宣示一个新的状态。钓鱼岛，换句话说，中国认为是自己说了算，要日本别再做梦了。节目一开始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4艘中国的海警船机炮全部都架好了，现在是准备要武力来实收钓鱼岛的意思吗？未来中日海上摩擦会不会看起来往越来越频繁的方向来做发展？委员怎么看？对，我想钓鱼岛事件的发展到现在你只能说是日本政府活该就原本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台湾还没事了，日本就先有事了。那么这关键就在于高市早苗自己的失言风波，那么他迟迟到现在不愿意收回他当时错误的言论。可是对北京政府来说，很显然他们不会善了了啦。那么我曾经提过说，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上海，我看到了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电视台每天晚上的这个夜间新闻的报道，先骂高市早苗20分钟，然后接着才报其他的新闻了。你要知道，当所有他的文宣机器都展开的时候，代表14亿的人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那你更不要讲在过去这几年我想大概过去10年、15年吧，你到中国大陆去你打开每一台的那个晚上的卫视的这些这个陆剧大概有80%都在讲抗日，就是怎么样抗日，怎么在上海对付这个伪政权，怎么样对付日本的间谍，他讲的都是这个内容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的人民对日本的这种国仇家恨是从来没有忘掉的。那再加上这一次这个北京政府又敲锣打鼓的这个拉高分贝、提高知识，在国内做这么大广泛的这个宣传那当然你就激起了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今天这个高市早苗的失言风波没有讲个清楚、说个明白分辨个是非的话，其实坦白讲，你北京政府怎么对内交代呢？所以你反过来说，当他敢对内采取这么大动作的来做文宣、来做诉求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打算这件事情一定要给日本一次痛击，一定要叫日本想办法把这句话吞回来。那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骨牌效应嘛，就在这些年来，你看到西方国家、美国的这些盟友不断的在玩擦边球，不断的在做一些这个当时的什么2758号决议文的解释台湾地位未定论，每一个国家都在干这件事情。你看到美国这些盟友都在玩这个把戏所以其实坦白讲，对北京来说，他就是挑一个最欠揍的打一顿就对了。你说要去修理德国、修理法国，可能有点累又有点远，打日本刚刚好就在隔壁然后呢，这个打起来也是游刃有余所以对北京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高市早苗不撤回他的错误发言的话，必然在这件事情上，北京是不会收手也不会善了的。那既然是如此，他要做什么呢？这就是北京政府厉害的地方了。他为什么挑钓鱼台？因为钓鱼台本来就有主权争议就中日之间的钓鱼台争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介入，除了台湾。就钓鱼台本来就是这个中日台3方在争。但你说台湾跟中国好歹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都是属于中国所以你说这3组里头有2组是中国，所以对中国大陆对北京政府来讲，他现在去跟日本来谈一谈钓鱼台这件事情，他绝对在国际法上站得住脚。其他的国家想要介入也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这种主权之间的纷争，日本的北方三岛跟俄罗斯当时也有纷争跟苏联都有所以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岛屿上的主权争议，其实在国际上，就算其他的国家想要介入，恐怕也很难。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说，我认为在钓鱼台的主权这次的冲突上，他已经对日本做了极限施压了。这个极限施压就是说，你
不收回这个言论，我就一步一步的进逼。你有种你就来打我，那我们到时候就看谁在这场冲突里头谁会吃大亏。那么他已经吃定了一个没有在美国背后帮他撑腰的日本，根本就是一颗马吉啊，就是一颗软柿子。所以日本长期以来的狐假虎威，不就是因为仗着背后的老大哥吗？可是北京政府在这个时刻已经跟川普打过招呼了，所以你会看到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发言其实是很谨慎的，而且很低调的。对。那么甚至川普在第一时间打给高市早苗，我也不认为他不会提这件事情。那你就要看高市早苗愿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退让了嘛。所以我觉得对高市早苗来讲，他当然极有可能是利用美国。大家外表看起来说他是为了配合美国演这出戏嘛，可是我现在看起来他极有可能是为了利用美国，因为呢他想要修宪，他想要放弃这个无核三原则，可是他必须要找个借口，所以他要借这件事情来完成他所谓的这个日本极右翼的使命哦。可是当美国老大哥不买单哦，美国老大哥没打算自己涉入这趟浑水当中的时候，那你就要看日本政府自己怎么收摊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这种大动作持续之下，北京现在等于是说可以看得出来是下了最后的冲跌。如果真的北京最后不忍了，不幸的发生了军事冲突，我们也来看到，其实呢，美国智库也做了相关的兵推，这个是来自于 CSIS 的兵推，在2023年跟今年分别有2份的兵推结果。我们先来看第一份兵推是在2023年写下的。他说，24次的模拟当中呢，美日台会有高达22次，是成功可以击退中国大陆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付出惨烈的代价。那2025今年的兵推则是有26次的模拟，这边没有讲到说到底谁会赢哦。态度已经开始有一些不一样了，但是也有提到美日台仍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但是台湾得承受被封锁。兵推也直接点明了，如果今天日本在这个当中是选择中立，而且不介入这场战争当中，只是借美军基地给美军作战的话，也会有4662人阵亡，但是没有提到说，如果今天日本真正的介入在这场战争当中，这个死伤人数有没有可能倍增，这个是完全没有提的。我们就来看，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日本真的介入的话，会不会死伤人数是好几倍？我们从这个 CSIS 报告也特别来看，是不是有美化这个数字的可能性？华球博士怎么看？好，我既然是来自中华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研究员啊，所以我要特别把兵推这个事情要界定清楚。兵推的话，就我们早年在军事方面的话，它是要具备一个兵棋台。兵棋台上面要布满所有的兵棋符号，然后呢，战斗地基线要画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所有的道路都很清楚，兵力、火力部署都有一定的兵棋的符号在上面。但是我就这个 CSIS 这个来看啊，这个它应该不严格讲应该不叫兵推，叫状况推演，就是就政治、经济、军事、心理这4个是美国克莱恩博士早年啊评估4大国力来评估。所以他这个应该严格讲，应该叫政军经的状况推演，而不是我们真正军事的兵推，这第一个决定。那么，他说啊，日美台22次击退北京，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想定，真正的兵推是有想定的，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想定，也没有看到他的作战计划，也没有看到情报官的情报的这个判断，所以要22次击退北京，我认为这个难度非常的高。北京呢不是纸老虎，北京现在的国力、军事力量是全世界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还在俄罗斯之前。那么这是不是这个刻意的美化？其实以军事的状况来讲啊，用美化这个词是比较一般的说法，应该叫做事实的战况的陈述。战况打到什么程度？这个战况是焦灼或者是崩毁？那么看起来，如果照 CSIS 这样讲说22次击退北京，那这个战况一定是非常的悲惨，甚至于不敢说是全歼，但至少是重大的伤害。我认为如果就军事来看，他连要转进的机会都没有，退却的话也很难。是不是要采取逐次抵抗？那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既然是22次被击退，那么表示你的兵力火力受损的非常的严重，现场的作战指挥官应该没有能力继续指挥这个部队，而且呢，就这个状况判断，增援的部队来不及投入，
增援部队就是预备队，预备队投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叫做扭转战局。那看起来如果22次连续被击退，好，那可能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而且我补充一点其实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我有特别关注 CSIS 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他其实讲的就像刚才这个华秋哥讲的，他讲的很隐晦啊，他其实从来没有把真实的状况讲清楚的。可是在这个隐晦里头，就包含很多外交辞令大家要注意2句外交辞令。第一次的2023年版本，他说要付出惨烈代价。对，这个惨烈代价有多惨烈呢？我曾经看过 CSIS 报告内容，其中有一次，美国要损失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被击沉在太平洋，然后要死伤几万人，然后台湾是一片焦土，整个台湾的这个陆军损失惨重那么这个他们叫做惨胜就是说好不容易打赢了。那这种情况，什么叫做惨烈代价？我要问的问题是，日本要不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美国要不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台湾有什么理由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你看25年的版本讲的一样，26次他说要付出高昂代价。那这代价到底是什么好歹讲一下。你说台湾是一片焦土，然后我们赢了，那我们算赢吗？就台湾的一片焦土，然后我们把共军打退了，然后美国损失了一大堆航空母舰战斗群，日本被炸了几个岛，然后损失了阵亡了一堆人，有这个必要吗？这才是关键问题吧。所以我觉得 CSIS 讲的那个兵推的结果，就像刚才华球哥讲的，他根本就是属于一个状况推演。可是在推演的过程当中，他又不愿意讲实话，因为讲的实话呢，可能自己打了自己的脸，所以他就用这种什么惨烈代价啦、高昂代价来一笔带过了。这种东西的结果是什么？我先不要讲美国跟日本要死多少人，这个东西的结果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的子弟可能都要在战场上阵亡啊。好，一方面是来自于刚刚委员特别帮我们看到，来自于美国智库的兵推这个如果真的打起来，死伤一定会很惨重。那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实际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最新来看到，北京其实已经连续的2次了把日本告上联合国，但是美国是一句话都没有替日本说，而且专家也做了分析，川普未来如果真的台海打起来，协防台湾的可能性是偏低的，直接戳破日本右翼政客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位是现在正要去访中的马克宏，法国总统马克宏现在大家也在看说他可能会基于现实，因为要跟中国在这个贸易上面不要让它决裂希望能够持续的出口法国的白兰地、猪肉、乳制品等等，所以在这个台湾地位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偏向这个中国不要挺日本了吗？那高市是不是一头热，自己害惨了日本呢？干哥怎么看？对啊，这就是马克宏也倒向北京这就是国际上面压垮高市最后一根稻草。马克宏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法国老实讲一句，是全世界第5大强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核子威慑力。大家晓得，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具有核子威慑力，也就是中美英法俄那法国在欧盟的地位那不言自明。可是呢，马克宏他2年前他就说错话了。2年前呢，他去那个北京访问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在飞机上面跟记者讲什么？你知道？他说，觉得我们的政策不应该随着白宫这个打转不应该遵循白宫他们自我设限的那种政策。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法国，我跟你讲，法国在美国眼里就是一个讨厌的盟邦，80年来都一样。对，从2次大战打完的时候，戴高乐就不愿意跟美国走在一起。他认为美国的利益是美国的利益，我们法国有我们自己法国利益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干嘛跟人家走在一起呢？所以当时我跟你讲，法国的戴高乐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上面讲不出来的。然后呢，不加入北约你们都加入北约，我就不加入，干嘛？我有自己的核子能力啊，我干嘛要加入？所以其实法国是一个，美国真的很头痛了。我看到了川普执政他都会觉得说这个盟邦很头痛。虽然说他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他在对于中国的问题上面就不是这样，对不对？那马克宏坦白讲一句，纯粹的，他2023年他2手策略，一方面说我们跟美国不是同路。一方面，他又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那个关税，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乳制品就是洛农，还有谁？还有那个洛农跟那个
就是养猪的啊，养猪协会，法国的养猪协会，光是猪肉干跟那个酪农的奶制品，我跟你讲，他们就吓死了。为什么？因为中国马上技术反制啊，这两个东西都不用进口了，不用进口的话，差点让人家给哭了。所以我跟你讲，在那个时候，他两手策略就是说，我要征收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那没关系，北京马上就回应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次马克宏到北京去做国事访问，乖很多，而且他会记住，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覆辙，不要再讲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是你能讲的。我讲一句难听一点，法国的国力哈，其实在1954年的法越啊，法国跟越南之间的奠边府之役，活活打败之后，法国从此退出东南亚。东南亚没有你讲话的份儿。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你的国力从几十年前到现在，你也没有能力去过问东亚的事情。英国都已经退却了，那法国你还能够讲什么？所以马克宏他现在你会展现出说，你看看他到时候哈，他跟习近平哈，如果没有联合公报的话，记者也会试探说对于高市早苗这件事情的看法，马克宏一定会非常巧妙去避开这种问题，因为他不可能站在川普的那个立场，他也不会帮日本背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等到马克宏跟那个习近平他们的会谈结束返国之后，你就要知道说，各大国家你的主要的西欧盟邦都没有支持你的状况之下，高市早苗你是不是要再发一份比较正式的声明，向中国人民道歉？我们要来持续关心在军事上面的消息。那最新的消息哦，是这个轰六，大陆的轰六现在挂核弹，可以直接锁定夏威夷了，已经到达了第三岛链地区。那另外还有它的极音速飞弹也可以挂上去，那就会涵盖住整个关岛。另外我们等一下也会关心的是英国的舰艇30年后突然间又杀回太平洋，原因是什么？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做解读。事实上，这个消息是来自于日本的时事通信社的最新披露，说自卫队2025的防卫白皮书现在真的是拉响警报了，因为解放军的轰六的系列改良版本，也就是轰6N，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款最新的武器哦，带来全新的战略威胁，因为它能够搭载第一个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它的核弹头空射巡弋飞弹，火力直指美军的关岛的基地。第二个，中国媒体还火上加油报道说，轰六甚至也可以挂载的是 CN401的极音速飞弹，在运油20的支援下，它的作战半径就可以高达了7000公里，7000公里就可以直接抵达在第三岛链的夏威夷，那第二岛链的关岛更是可以直接覆盖住了。到底战力有多惊人？轰六，华干哥怎么看？老实讲一句，你要看的重点不是轰六，重点是在运20。它现在叫运油20。运油20跟轰六之间的搭配，轰6N 是特别改进型，要携带核子弹头的，所以它的防护跟它的电子装备都优于以前的轰6K， 甚至更久的轰6D 啊这些飞机。所以你要知道说，今天运油20，它今天我们特别注意到，它跟2架轰6在进行空中加油的行动之中，使用的是软管。使用是软管是什么意思？它带的是软管，就代表它可以帮很多种飞机加油，不是只有轰炸机，它也可以帮战斗机加油。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央视公布画面，你看到了轰6跟运油20的结合，这个非常重要，那个才叫做战略空军，了解吗？战略空军才必须具备这样的实力。美国空军它夸称它在能够全球作战，是因为就算是在北极，它都派得出加油机。大家就晓得说，即使我的战斗机在那边，在那边有盟邦基地，可是我没有足够的运油机、加油机的话，我是不能够打仗的。美国它最自夸就是这样，美国有700架运油机。那现在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急起直追，它一定要追上美国。大国博弈一定会追上，只是时间而已。运油20的这种帮那个轰6N 加油的这个意义非常大。为什么？只要你能够出了第一岛链帮他加油的话，他就可以打到夏威夷甚至美国本土，这个意义非常大。
再加上他现在身上带的绝对不是你以前想象的鹰击12那么简单，他带了 CM401 更是我们全面关注。为什么？因为是高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武器，用20倍的速度冲回地球，没有东西拦得到，就算那个 THAAD 也一样拦不到啦。美国不要夸口了，那是很难的事情。当然，矛与盾之间本来就是一种对决。你说我有这样的武器，你不能应对，那你有这样的武器，可能我也不能应对。科技永远是在互相消长、互相比较的状态之下。可是如果说运油20能够支持你飞到7000公里的航程，那就已经过了夏威夷了，就会直逼美国本土，那就是实质威胁，除了核子动力潜艇、核子弹道飞弹潜艇之外，我的空军可以打到这边，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们就会持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轰6，再加上运油20，还有它的高超音速导弹，到底可以对整体的太平洋的战争博弈带来多大的影响？等一下我们请上士哥来帮我们做解读。不过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在轰6它发展的整个历程上面，其实它在2019年的时候，曾经呢在首次亮相是在大陆的70周年国庆阅兵，后来就沉寂了5年，在2024年再度的亮相的时候，是跟俄罗斯的战机一起出现在日本海，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叫第9次的联合战略巡航。那轰6的设计基本上是在轰6K 基础上，然后专为挂载核弹头来量身打造定制的。接下来在解放军空军的地位到底有多高，又会如何改变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博弈？上士哥怎么看？我想在此之前，我想还是提醒观众朋友要记得，首先呢，就是说在今年，因为接下来8月底9月，整个中国大陆要大阅兵，因为抗战80年。所以我在讲说，在9月之前会有各种的这种有关于军事的信息，无论陆海空当中的这种消息会展现出来哈，然后让大家都开始熟悉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力。我认为这一次这个轰6加油的部分也应该是其中一环，而且要注意哦，接下来2025年之后，2026年“15+5”国家计划，国家的包括军事计划，在未来5年，今年的各方面的展示，要让中国大陆的民众觉得太好了，太好了，要国家投更多钱。所以我说，今年年底之前会很精彩啦。所以我先前想说，我们都是该看先前歼战斗机。应该留到轰6了吧？就果然来了。不过我要补充华冠兄刚刚讲的一点哈，因为其实，在轰6系统里头，他们自己本身有属于轰6的加油机，所以这次用运20来加油是比较特殊的。也就是说，我认为他这次展现，也就是说，轰6N 做这么样的战略死神的这个轰炸机，它是可以更灵活的。早先知道是轰6自己本身系统加油机，它现在连运20也可以加油，所以你知道这种灵活性使得整个轰6系统的这个部分的轰炸机，真的就是你知道它不用说，就他们要专门搭配他们的每一种的军机、战斗机跟这种轰炸机，大家的状态不一样，他们更灵活了。我认为主要在展现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轰6N 的部分，作为中国大陆现在的中型的战略轰炸机来说，它不是最新的，现在有轰6J。也已经新的研发，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有关于轰6N，为什么大家很关注哈？主要在中国大陆在这些年，以战机来说，他们有很多自己全新开发，包括第6代战机。但是呢，轰6这一型当中是从1960年代开始，从俄罗斯的技术、苏联的技术过来之后，它不断的持续累积改进50多年内，而且这50多年当中，很多可能新的里头有好多新的理论，但是这个部分就是在旧的轰炸的，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包括 B-52轰炸机等等，他们是一个大的、长期的有关于这个国家战略轰炸。50多年不断的增进，它的部分，你看2年前的时候，轰6也被发现，轰6N，它当时就搭载了这种超音速或极音速的飞弹，被大家发现了。也就是说，这里头这种战略战术跟武器的性能的灵活性，始终在中国大陆体现在轰6这种轰炸机的系统。那么老的飞机不断的与日俱进，而且这俱进当中是越来越厉害，包括电子战各方面都整合在这里头，它并没有说旧的就不要了。所以这就表示说它的战略意义，像刚刚华万所提到的，它后面真的第2岛链甚至第3岛链不是，它就是美国本土了。所以在体现在这段期间，突然告诉你一个。可以威胁美国本土的轰炸机在这里灵活的，可以有各种的加油方式。
我认为它展现的意义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战机、轰炸机本身，还包括现在环太平洋军演跟接下来展现这个第2岛链到第3岛链的战略意义。这个威吓性，我认为也是同样存在的。好，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个军事较量，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已经不只是打到第1岛链、第2岛链、第3，甚至到美国本土。那在这个同样的一个时间内，我们也看到英国最近呢，不只是这个，也提出了一些战略上面的讯号。他们再次的回到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在第1岛链这边，为什么英国又突然间杀出哦？我们来关心的是英国最新参与跟澳洲的这一场2025叫做护身军刀演习。其实这已经回归30年了，他再度的派出他的威尔斯亲王号的船舰直奔澳洲。同一时间，英国的国防大臣语出惊人哦，他这样说：如果台海爆发战争，那么英国已经准备好在太平洋地区要作战了。这态度是非常的强硬啊，而且直接做表态。那美国智库 CSIS 近期甚至进行了50次的兵推，数据让人倒抽一口气。这边显示，如果美军不动用任何的地面部队强行介入台海战争，1周内美军伤亡人数突破2.1万人都是会发生的。我们想要来关注，为什么英国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表达了他的立场，他是真的会介入台海战争吗？那英美接下来如何来评估这一场台海战争之间的这个风险跟成本？大家是怎么看？这个发言就很清楚了哈，整个西方世界，还有就是说西方的跟随者，日本啊，甚至韩国，他都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因为中国的统一啊，事实上的话会把2个很大的力量的加在一起。很多西方的文章都写说，哇，你要让两岸合在一起吧，不得了啊！台湾这边有世界最先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半导体啊，这个最先进的半导体90%都是在台湾生产的。然后台湾的财力也是惊人啊，你最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保险业啊，因为台币升值的原因，发觉啊，我们在美国可能有也是快上兆元的这些民间的资产在美国，所以他们很知道台湾的实力。那看到中国大陆已经要突破第3岛链了，这个军事力量再加上台湾的科技跟经济力量。他真认为是如虎添翼，所以他们就越来越怎么样不再演了，而且呢，我觉得他们会把话讲那么明原因就是他们真正看到两岸可能统一的时间会越来越近了，所以他们现在都把就不演了，以前我们是怎么讲？我们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可是我们反对用这个强制的手段来改变两岸的关系。那现在他就明白说了，你只要发生冲突的话，那基本上中国大陆有比较强的统一的企图的时候，他们就要干涉。会不会干涉是一回事，可他现在他话就这样讲了。所以你要看，就是说从美国到西方国家到日本，对于台海问题的本质，跟他未来可能发生战争，他可能会采取的方法，在过去2-3年之内，整个论述。整个的这个他所做的这种可能的反应已经完全改了，基本上他就是要干涉，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要阻止。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反映出来，第一个，他们发觉两岸可能快要摊牌了，中国大陆的实力已经有了，那不是随着台湾这边民意的转变而改变。那中国大陆的这个达成它这个不管是合统还是武统的能力来讲的话，已经具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大陆的现在两岸这个情势很诡谲，那整个国际秩序也在大变化，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摆的态度更明显，那完全也不顾这个国际社会他曾经做的对两岸关系的承诺，还有对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摆得很明。不过英国这个国家比较狡诈，台海发生战争的话，它是出不了一点力的。它的这个航空母舰来一趟等到了台湾海峡这个台海战争已经结束了，它就那一艘可以开过来的。可是英国人是很狡诈的，他基本上他就怎么样？他第一个他鼓励美国，鼓励西方，鼓励什么？鼓励日本这些国家说。我们都是站在一起的他把这个言论上
光言论上他就可以得到美国这个川普心理上美国社会的很大的怎么样，很大的感谢。那另外一方面呢，事实上他也在给这个整个未来的这个美国的西方代表的军事力量这个团体他给他一种打气。所以英国常常就是说，在这种冲突现在跟未来冲突中他都希望扮演一个角色。不过他都有一个特色，他都是希望冲突的。为什么？这就是岛国的这种生存战略。他因为在一个岛上，所以他就希望这种大陆性的国家永远是在一种战乱之中。他在这个他就从这个从旁边从中取利。所以你看今天俄乌战争讲的最明白的就是英国英国说我准备跟俄罗斯打仗然后呢，我们随时我们英国的军队准备派到欧洲大陆去跟俄罗斯军队硬干一场。他话讲得很明的，那基本上是什么？就是希望你这样战争继续因为大英帝国就是建立在不断的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冲突里面，它怎么样叫什么分而治之，最后它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个就是英国的整个的国际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战略。一个混乱的世界才能够造出一个岛国的英国的最多的机会。到现在他们也没改，未来也不会改。